大家好，我是孙董。那很多人在问我说，孙董的种子生活家教班在教什么？那在这段时间，很多人不管是赖我或是私讯给我，所以我想说，就录一段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孙董的种子生活家教班是在教什么？那这个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能够帮助你什么？或是说，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可以让你达成你怎样的梦想或是目标？好，先来分享一下这个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我们会有分一些主题，包括就是如何去扩充我们自己的富裕意识。很多人金钱种子种不出来，就卡在他这个富裕意识没有打开。所以，如何去打开你的富裕意识，或者扩充你的富裕意识，在我们这个种子生活家教班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那还有就是创造你的完美伴侣，或是不管你有什么关系上的问题，在这个种子生活教教班也可以帮助你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答案、方法，还有你的结果。好，再来就是关于这个如何透过《当和尚遇到钻石》这本第7章46个商业问题，协助你在事业成功上面能够打好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还会有加入一些冥想课程，让自己可以去掌控自己的意识，而不是让外在的环境去随便影响我们的意识。那如何善用这个潜意识与超意识，也是我们种子生活家教班里面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第二重要的要学习的。就如何去理解我们的潜意识是如何操作，然后透过不断的自我暗示的方法，让我们所要的梦想可以从潜意识里面打开，让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跟超意识的连接，超意识连接是很少人在教，但在种子生活家教班是大家一定要学的。当你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你想不出什么样解决方法的时候，记得要学会跟超意识连接，记得去跟超意识连接。最后，这个孙总种子生活家教班最主要的想要带给大家就是透过每天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个空性的智慧，然后提升自己的觉察力，然后透过这样的觉察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状态。哦，所以这是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所要带给大家的。那我自己是把格西老师1到12节的课程都上了很多遍，很多都重复在上的。只要格西老师有开课，我就会每年持续的去跟着格西老师学习，因为格西老师每年教的都不一样。哦，那就算同样一阶，他可能在好几年前教过，跟现在在教，我觉得那个内容跟教法也不同。再来就是说，我们自己每次的学习，每次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收获都非常不同哦。所以格西老师1到12节的课程，我已经上过很多次。接下来我在2022年，我也上了 ACIM 的教师培训，那我也上了2次的教师培训，还有格西老师的高阶的晋级1阶跟晋级2阶我都上过了，所以格西老师的课我大概上了24次了哈。我真的是蛮喜欢上课的啊，但我也更喜欢把上课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我的伙伴们，不管是透过读种子生活家教班，或者透过读书会的方式分享给大家。那另外一个帮助我很多就是世界第一潜能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那他的课不管是走火大会，或者商业大师，或者这个与民有约跟美国圣地亚哥的领导力，因为我都上完了，而且我都上了8次。那这8次也帮助我在跟大家做1对1星巴克的时候非常有帮助。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去了解你的价值观，了解你的框架，了解你的信念，那如果透过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去拆解你的限制型的信念，重新塑造一个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信念，甚至一个很强大的心锚，然后再帮助我们在落实4步骤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你要的结果。那
我在2022年呢，我统计一下哈，在这一整年，我大概跟了422个人1对1的星巴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虽然量很大哈，422人，这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在跟每位伙伴1对1星巴克的过程当中，其实收获最大的是谁？其实收获最大的是我，因为从每个人的实际上面的问题，那帮助我如何从跟格西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面。所以我觉得真的获得最大收获是我透过每个人的星巴克，让我重新不管是复习，或者就更理解这个空性的智慧，或者更理解格西老师在每一阶里面所教授的生活工具。我觉得真的最大收获的是我，而且在很多的跟伙伴星巴克的这个中间，会激荡出更多新的火花出来，甚至更好的方法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星巴克虽然422次真的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不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而且是彼此的那种，我觉得智慧的滋养，这真的很难体会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受跟感觉哈。那种子生活家教班最重要就是要去教授你们一些4套4最基础的理论，这一定要把4套4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再来呢，就启发你们去在这个过程学习当中，启发你们有更多的收获，或是你以前都没想到的，甚至打破你很多很多的框架。那最后呢，就从内在自己去激发自己，内在自己激励自己，不断的往前，而不是靠孙董在后面推你。我不喜欢去推人家的，我也不会去推你们。所以我要的是你们发自内心愿意把空性当做一种真的真理，而且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它、应用它。这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我。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所会的全部交给大家，然后想尽办法让你们理解，然后启发你们。最重要的激励就是靠你们自己自我去做到。所以呢，我们在种子生活家教班会教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比的故事了。在比的故事里面，可西老师说要讲3000次，也要听3000次。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要听3000次跟讲3000次，因为这虽然只有18个步骤，但是这18个步骤每个步骤都蕴含非常非常深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在种子生活家教班里面，我们会细细的来拆解这个18个步骤。那如果从18个步骤运用在你的生活，甚至去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在彼得故事里面，大部分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好的答案。再来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种子法则，好，还有4力量。我超喜欢这张图片的，因为4力量不是让我们去忏悔、内疚、自责，4力量应该是很开心的。我们找到哇，原来是我过去种了这颗种子，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理解这个空性的种子的运作，应该为这感到开心啊！不是4力量，不是拿来内疚自责或者责备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4力量这张图片。再来当然就是星巴克4步骤如何种种子的方法，在种子生活家教班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再来更要理解这4朵花这种子如何成熟打开，什么是水洗如何真正做到水洗，去理解这个4朵花如何影响在我们生活四周，如何留意甚至说更高觉察力去看到这个4朵花的打开，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种子打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种子生活家教班会训练成，当你每次看到一个外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要记起来这个逻辑就是我会先从彼的故事来看，这是从我而来的。那从我而来从哪边来？从种子法则里面来。去想想我们过去有没有种下怎样的种子，也种下这个相同的感受在别人的身上。当你找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说什么？
四力量了。那四力量着重在明智的忏悔，承诺一段时间不再犯，尤其是第三力、停止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四力量有很多细节，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四力量是用脑袋做还是用心去做，这感受差别跟程度差别就很多。那四力量的第四力就是 to do 咯，那 to do 我们就会接到四步骤了。那四步骤，当你去种下一颗新的好种子，你要如何去咖啡冥想？咖啡冥想要重新把你的外在世界那个画面给改变掉。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去运用，把我们所学的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生活上面，可以有每一件事情，或是你特别有感受的事情，就把这个彼得故事、四法则、四力量、四步骤、咖啡冥想拿来运用，真的很快就可以解决你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非常非常强调的一个训练，就在这个地方。那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会量身定做你的目标，还要帮你制定四步骤行动计划。因为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那每个人需要种的生成因也是不同的。虽然大家都需要钱，但是为什么需要钱？那个原因是不同，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做的行动计划四步骤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一对一，我不喜欢教大班的那种团体班，这不是我擅长的，我能力也没那么好，可以一次带领这么多人，所以会比较喜欢是一对一个别的这种辅导。那还有就是30书，如果透过30书呢，提升自己的觉察，还有专注在自己的目标，还有落实自己的四步骤计划。我有一套自己写30书的模板，那这也会分享在种子生活家教班里面。那我们经过了种子家教班的第5班、第6班2班伙伴的实际去操作之后，这样的一个30书真的比较能够快速的帮助伙伴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可以帮助伙伴更专注的每天看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30书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去写的地方。当然还有就是冥想练习，要做到，当然说秒秒咖啡冥想是大家的要求了哈，但起码每天时时刻刻，当你有意识种下好种子，我们就要去完成这个咖啡冥想。那还有施与受冥想、黄金木冥想、马哈木爪这个大手印冥想，还有这次晋级2阶讲到的这个梦想成真的冥想，都会在种子生活家教班里面带领大家做练习。而且在咖啡冥想的部分呢，我会帮大家除了设定目标之外，我也会同时设定那个咖啡冥想那张画面，那一张画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旦可以把那张画面的清晰的画面跟感觉把它融合进去的话，那目标要实现就不难了。再来最重要就是跟我的一对一星巴克，因为我觉得很多问题在大班团体的星巴克里面，很多人是可能害羞不好意思问，或者说他没有时间可以充分拿出来讨论，所以我总觉得每次在团体的星巴克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可以帮助到每位伙伴，所以我的种子生活家教班就是我们会有7次的一对一的星巴克，针对你个人的问题，不管是你的限制型的信念，或是你的信念框架，我们如何让你知道你的信念框架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还有你的事情，你真实的事件，我们如何用空性的方式来讨论，从彼得故事来讨论。那透过种子法则，我们该去种怎样的种子，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跟目标？我都希望大家把实际问题拿出来，这个才是在一对一星巴克里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了。最后我们会有个线上的读书会，我们有9堂的线上读书会，会带领大家4本书的学习。当然有一本就是《当和尚遇到钻石》，还有第2本是善用业力法则创造富足人生。另外2本是我最喜欢的是《思考致富圣经》，
还有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我觉得这4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当把这4本书把它读通的时候，我觉得对空性的理解，对种子法则，你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而且透过思考致富圣经跟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你会把那很深的佛法，或者很深的空性智慧，直接可以落地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4本书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必须要把这个4本书带给大家。那透过我们已经第5、第6班的实验，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另外这一次开始，我们会有9次的冥想带领练习，希望透过每周1次的冥想带领练习，让大家能够养成去冥想的习惯，而且知道冥想的重点跟细节在哪边，让大家可以不听音档，就可以自己在掌控意识上面，自己去开始做冥想练习了。那全世界最美的一条公路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吗？全世界最美的一条道路就是视问题为道路，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应该去拥抱问题，因为问题才能让我们成长啊。如果人都没问题的话，那真的很难成长，所以在当和尚遇到钻石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了。这个痛苦敦促我们去寻找所有事物的源头。那如果痛苦也带领我们去发现空性和明印法则，那就是我所遭遇最美好的事物了。所以当我在2016最低潮的那几年，很开心可以在2017年开始学习种子法则，去接触到种子法则。然后真的如果没有种子法则，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翻转我的生命了哈。所以呢，如果你在你现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挑战，你可能试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解决，那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欢迎你来参加哦。那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孙董种子生活家教班呢，真的用我们100%有效的空性智慧来翻转你的生命，好改变你的生活，实现你的梦想。所以有需要的或者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在留言的地方跟我们联络。好，谢谢你们。